一直以来，加拿大都是全世界许多人向往的国家。提到加拿大，很多人会想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多元包容的社会、完善的福利、免费的医疗等等。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激增，加拿大也面临了一些挑战。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是卡卡。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10多年了。虽然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生活愉快，但是感觉加拿大这个国家这几年确实变得越来越差了。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加拿大的经济现状和近年加拿大人的衣食住行，再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关于加拿大的经济，首先我们来听听加拿大财政部长 Chrystia Freeland 方慧兰是怎么说的吧。So let me tell you some facts. Inflation in the target range for 7 months in a row. 方慧兰说，加拿大的通胀连续7个月在控制范围之内，利率已经连续减了3次。据他所说，世界银行还说加拿大是7大工业国 G7 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描绘的那么美好。虽然2023年全国 GDP 增长了 1.1%， 来到了21400亿美元，但是人均 GDP 从2022年的45200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44400美元。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表示，2023年加拿大的人口增长了 3.2%， 而这个历史上最快的人口增长却只换回了 1.1% 的全国 GDP 增长。也许国家的经济状况正如方慧兰所描绘的非常强劲，只是加拿大人感受不到而已。人均 GDP 下降，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此外，加拿大今年失业率也在不断攀升，8月来到了 6.6%。加拿大经济不容乐观啊！激进的移民政策导致资源错配，很多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回到原本的行业。最后，很大一部分人才为了生存，只能从事一些入门级别的工作，无法把他们知识和技能转化成社会的财富，同时也导致了入门工作的内卷，让这些原本属于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工作岗位竞争过于激烈。人口红利无法转化成经济动力，我觉得加拿大就像吃撑了一样，需要一段时间消化现有的劳动力，才能把近几年的人口增长转化成经济的养分。说完经济，我们就从衣食住行这4个方面来讲讲加拿大人民生活日常面临的挑战吧。疫情之后，加拿大进入了高通胀、高利率的时代，交完各种苛捐杂税、房贷、房租等每月必要开支之后，口袋里的钱就没剩多少了。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这几年在衣服上的花销大大减少了。大家都消费降级了，很多稍微高端一点的衣服品牌销量都大不如前了，反而是一些低端的品牌这2年销量大增。大家看看过去1年 Lululemon 的股价走势，再看看主打平价的 Gap 的股价，估计就能看出来，现在大家对衣服的追求基本上就只剩下生理追求了。随着原材料价格、租金和人工上涨，还有加拿大独有的碳税的不断增加，饭店的经营成本也高了不少。这几年出外就餐肉眼可见的贵了很多。举个例子啊，我们刚搬来温哥华的时候，这个龙岗鸡饭只要9.5块，之后每次去吃都会涨价2毛5，短短不到3年已经涨到13.5块了，涨幅超过 40%。 出门吃饭除了食物的价格涨了之外，小费也从 10% 涨到 15%， 所以很多人都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出门吃饭了。很多以前靠薄利多销的餐厅都不得不继续通过加价维持经营，东西卖得越贵，食客就越不愿意买单，形成恶性循环。最近看到不少老店都因为生意难做关门或者转手，真的相当可惜。新开的餐厅要不就继续走高价策略，要不就节省成本，用一些相对一般的原材料，或者直接用预制菜。相信接下来几年加拿大的餐饮业将会面临不少的变化和挑战了。如果出去吃饭这么贵还不好吃的话，我在家做总行了吧？确实在家里做能够省下不少钱，但是做饭成本也贵了不少。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食物的总体价格比2020年上涨了22.5%，但来到2024年，我们自身感觉是远不止这么一点的。虽然我没有查到最新的数据，但是之前我看过 CBC 一个新闻，对比了同一家公司5年前和现在的传单，发现无论糖、可乐还是薯片，价格都几乎翻了1倍，在家里吃的花销也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啊。聊完吃的，我们来聊聊住吧。这几年加拿大人口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建房的速度却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住房供不应求，再加上疫情期间大量印钱，最终导致房价升高。高房价再加上高利率，就意味着每个月的房贷的增加，有房贷的家庭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没有房贷的有房族虽然不用还房贷，但是住的成本也高了不少。地税每年在涨，住公寓或者住 townhouse 的话，管理费这几年也涨了不少。除此之外，随着加拿大强推的碳税一直在增加，冬天的取暖费也在不断攀升，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雪上加霜啊。至于租客一点也都不好过，刚刚提到所有费用增加，其实到最后都以某种方式转嫁到租客那里。在没有租金管制的地方，房租自然会飙升；而在像 BC 省这样有租金管制的地方，房东想尽办法把租客赶走，租给新的房客，增加收入以应对房子的花费。如果没有办法涨房租，为了不亏钱，有些房东会选择把房子卖掉，到头来还是苦了租客啊。加拿大这几年除了房价上涨之外，建商为了节省成本，新建的公寓也越来越小了，而且质量也大不如前。而新建的独立屋地也没有以前大了。很多人之所以选择来加拿大，就是为了更大更舒适的居住空间。随着房价的上涨，这个原本每个加拿大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拥有的舒适居住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奢侈。聊完住，我们来聊一聊出行。在加拿大出行，要不是坐飞机，要不是坐车。我们先聊一聊坐飞机。这几年加拿大的航空公司真的是越来越差了，票价高，服务差，飞机的座位小，而且还动不动就罢工。现在只要想到出远门要坐飞机，我们就直接打消了旅行的念头，某种程度上还省了不少钱。机票价格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加拿大独有的碳税。这个碳税基本上无差别的让出行变得困难，其中最受影响的就应该是开车出门了。最直接就是油价高了，开车贵了。开电车的话，日常通勤确实能省不少油钱，但是换一辆电车也是需要钱的，而且电车的保险也要比油车贵一点。加拿大幅员辽阔，自驾游是最适合探索加拿大美丽风光的方式。之前住在 Alberta 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开车到班夫享受一下自驾游的乐趣。但是现在自驾游也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一来是刚刚提到的油费贵了，二来是住宿价格也贵了很多，随随便便一个旅馆都要100-200加元起。最重要的是现在人太多了，尤其是些像班夫这样的热门景点，人山人海，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悠闲的模样了。不出远门，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逛逛，感觉也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加拿大东部的偷车问题相当严重。据 CBC 报道，2023年多伦多每40分钟就有1辆车被盗，连加拿大司法部部长自己的车都被偷了2次。而且这个偷车的问题也正在向加拿大的西部蔓延。与此同时，加拿大西部的 BC 省正面临着毒品泛滥的困扰。一直以来，温哥华市中心有几个街区都有毒品和流浪汉问题，非常不安全。但是尽管如此，过去2-3年偶尔会去市中心上一上班，转换一下工作环境。但是今年年初去市中心上班的时候，看到办公室楼下一排人坐在地上吸毒。当时一大早的，整个市中心的街头几乎都是神志不清的吸毒者，感觉自己走进了丧尸电影的片场了。自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去办公室上班了。其实毒品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几个 BC 的主要城市。2023年1月，
BC 实施毒品非刑事化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而且感觉政府正在有意无意地把毒品问题分摊到每个城市。今年农历新年期间，列治文市政府试图为毒品问题并不严重的列治文引入安全注射站，为吸毒者提供安全吸食毒品的服务。幸好最后在列治文市民的极力反对下，BC 省的卫生局和列治文市政府都相继表示不会在列治文兴建注射站。也许有观众朋友不知道， BC 省的毒品非刑事化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批准的为期3年的 Pilot Program。 如果行之有效的话， BC 的 NDP 政府和联邦的自由党政府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把毒品非刑事化推广到全国。这个毒品问题确实让我们日常出行变得挺不安全的。如果我们不像列治文的市民一样站出来向毒品说不的话，到时候温哥华市中心行尸走肉的场景将蔓延到整个加拿大。这几年，加拿大在自由党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发展停滞，人民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而且特鲁多还在执政9年内把国家的债务翻了一番，这些债务都会以各种方式分摊到每一个加拿大居民的头上。也许听到这里，有观众朋友会说，既然你们觉得加拿大这么差，为什么不离开呢？我觉得用脚投票之前，也许可以先试一下用手投票。在加拿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政府是非常重要的。10月19号 BC 省将举行大选，希望有资格投票的观众可以行使您的公民权利，用选票向毒品说不。也希望身处加拿大其他省的观众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里投向您神圣的一票，让加拿大回归理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演算法推荐我们的这期节目，让更多人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